阿台月瑶，你中了本尊的噬魂散，就算逃出南海道域，也逃不出本尊的手掌心。今夜，本尊定要将你擒下！哟，神仙打架，难得的热闹，搬条凳子好好看。感情这戏的主角是我？别出声，否则我杀了你！可恶，又让你藏起来了，休想逃出本尊的手掌心！你是玄清天宗的杂役？是，小的正是宗里打杂的。玄清天宗，倒是本地麾下宗门。我要运功压毒，最忌旁人惊扰。你退到角落，不许出声。若引来那魔头，我先杀了你！毒压下去了，本地的灵力怎的去了10之8九？睡了，小的什么都没看见。很舒坦。不敢。呼，蛋台，跑这么急还漏东西，回头可别赖我贪了您的。这是哪儿？难道是那道金光把我吸了进来？方才那法子拖了那女子好些灵力，难不成是这胎记把我拽进来的？穿越5年，修炼废的被16不命赶出门。我盼了5年的金手指，总算是肯发货了。逆时空，乱阴阳，重归3万年。通过这道门，真能回到3万年前。弱小子，出大事了！你快出来，宗主要杀你，快逃！陆老，您这是喝糊涂了。我一个卑微杂役，宗主凭啥杀我？细说来不及了，老头子先送你出宗。桓公大长老，你包庇要犯，还想送他逃离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宗主明鉴，弟子与缥缈仙宗无冤无仇，怎就成了罪人？这一定是天大的误会。错不了，你自己看。宗主，这绝对是误会。弟子连南海道域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惹上缥缈仙宗的圣女？这画上的人只是碰巧和我长得像罢了。长得像？那连名字都叫骆长青，难道也是巧合？团椒大长老，人是你带回来的，看在那些美酒的份上，你亲自动手，给他个痛快。我不能死在这儿。这块令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老家伙怎么吓成这样？难道那红裙女宗身份比飘女还恐怖？宗主问这个，这不过是一位故人临走前留给弟子的信物罢了。长青呐，方才是本宗主唐突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早说你有那位大人罩着，就算借本宗主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动你分毫啊！可是长青，这里毕竟是玄清天宗，3日后圣女与使者亲临，一旦发现，就算你有这块令牌，我宗也护不住你。依照宗规，无法开辟藏海者逐宗门。本宗主为依然无法成为修士，就请离开吧。对不住了。传功长老留下，其余人散。小子，老头子能帮你的都帮了，给了你上百颗灵动丹，你却……这一次我真的爱莫能助了。陆老，您对弟子的好，弟子记在心里。喏，这是弟子专门为您酿的，比剑南春还烈。好孩子，风大迷眼了，老头子走了。3万年前，我玄清天宗祖师爷也与你一样无法灵动，但他另辟蹊径，太荒洞绝于本宗。除非祖师爷在世，否则你这绝脉别无他法。3万年前，祖师爷在世，我有神魔空间里的时空之门。给我看！何方神圣，竟敢擅闯我玄清天宗道场？弟子骆长青，来自3万年后的玄清天宗，拜见祖师爷。一派胡言！区区黄口小儿也敢戏弄本尊！
你说你来自3万年后。好，本尊问你，我宗第3代宗主是何人？答错半字，本尊让你魂飞魄散。是您的第23位玄孙儿，玄崇明。荒谬至极！本尊至今只有22位玄孙，你敢咒本尊？祖旨大喜，祖旨大喜呀！您的7层孙儿刚刚为您诞下了一位玄孙，可曾取名？取了。七公子为其取名曰崇明。你真能穿越时空？长青，本尊问你，3万年后的玄清天宗可还好？回禀祖师爷，3万年后不太好，玄清天宗日渐衰落，已经大不如前了。那本尊呢？长青，本尊最终可曾问鼎天道，羽化成仙？回禀祖师爷，您天机不可泄露，住口！祖师爷，弟子时间不多了，弟子冒死前来是想请您赐给弟子一物，弟子和您曾经一样无法灵动，想写下太荒灵动诀。好，没问题，但你要答应本尊一个条件，倘若一日你功成名就，还望庇护我玄家后人，保我玄清天宗。弟子答应你，莫要消失在修真历史的长河中，有劳了。祖师爷珍重，弟子告退。灵功境1重，我终于凝聚灵功了，我不用被逐出宗门了。这是魔镜里的那2座塔。弱小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圣女已经到了，你怎么还没跑？灵功境1重，这怎么可能？陆老，我有资格留在宗门了。你还不懂吗？你就算留下了也没用。圣女地位尊崇，她若要杀你，宗主也保不住你。陆老，我有万全把握，我绝不是圣女要找的人，她来的更好。只要让她看到我，误会当场就能化解。既然是误会，尽早生也好也好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圣女，您此番当下无需废话，本圣女此番过来，只是通知你们一声，我缥缈仙宗下辖的300宗门大比盛典，你们玄清天宗取消资格，不必来了。可是圣女，你们连续100年大比的颠秘，本圣女肯亲自来告知，已经给足了面子。本圣女宣布，玄清天宗即日起降级为玄清地宗，无需多言，谢恩领旨吧。洛长青，你这个玷污我妹妹的无耻人渣，居然还活着！玷污她妹妹，什么弥天大误会？签了他，解除你我之间的婚约，并自残谢罪。给你3息时间，如若不然，本圣女灭你全宗。圣女，你认错了人，我不是你要找的洛长青，更未曾与你签订婚约。当然，我更不会自巧言厉色，你叫洛长青，这难道是巧合？只是巧合。7月14生人，也是巧合。那你的胸膛上可有一个伐字胎记？我的胎记无人知晓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天罚大陆真有另一个我？既然连胎记都有，你这个人渣还敢狡辩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自己不是你口中之人。求圣女开恩，老夫是长青的引荐人，求您给他点时间自证清白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圣女说话也有你插嘴的份儿。或叶木舟2位长老直接动手，灭他全宗，鸡犬不留。弱小子，要死，老头子也死你前面。来世做老头子的孙子吧，我呀还想喝你酿的酒。你死不了，今天在场的一个都不能死。穆清玄，你若有种，就杀我试试。地令，你怎会拥有地令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澹台女帝的人，穆家绝对得罪不起，不能再杀了。陆老，穆清玄，你欺人太甚！他中的是9绝枯寂指，想救这条老狗的命，只有我缥缈复生尊丹来参加大比盛典。你若能夺魁，便可向仙宗提出一个愿望。你敢来吗？比盛典我洛长青参加了，总有一天我让你这贱人血债血偿。好，我倒要你这废物能翻起多大浪！若玄清天宗能拿到天级之城，否则永远不再受我仙宗庇护。2位长老，我们走。木叶长老向参赛的299个宗门传出密令，大比盛典中，谁能取得洛长青向上首级，仅圣女赏1000万品灵石，杀他之人，本圣女亲自举荐进入缥缈仙宗典培养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
洛长青若在盛典上被光明正大杀死，就算是澹台女帝也无话可说。长青，你既然已晋升灵宫境，便按规矩测试一下资质吧。只要通天玄光达到3丈，便算。宗主哥，他16岁才勉强灵宫1种，这种余堕资质还有测试的必要吗？段首首，你觉得能被女帝赐予帝令的人，真会沦落为卑微的杂役？您的意思是，这是女帝刻意安排的道心试炼。昔日困龙游天水，今朝真龙腾九霄，他将在今日一鸣惊人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九品，这是万中无一的九品资质！宗主，您看到了吗？咱们玄天宗祖宗3000年都没出现过的九品资质啊！果然，我就知道那是女帝为了磨练他而封印了资质。陆安山，我想你慧眼识珠啊，你已经立大功了！不，等等，还没结束，他的玄光还在攀升，测魂杯超过9品，别测不准了。这绝对是突破了极限的皇品，不，2000丈了，还在升，难道是传说的圣品？本宗主宣布，洛长青正式成为本期亲传弟子，破例提拔藏书阁所有典籍，任你随意借阅。废品？怎么可能是废物？我的圣品天才呢？我刑天宗一飞冲天的希望呢？陆安山，你这个老糊涂，你真是瞎了眼！这就是你引荐的绝世天才？一个彻头彻尾的废材！宗主，您刚才说弟子可以阅藏书阁所有供奉法典籍吧？你还练什么练？你太让本宗主失望了！就凭你这废品资质，给你100百年，你也休想突破灵宫2重！你还参加什么大比盛典？你去了就是送死！我要去，不，我要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想借阅便去借阅，你想送死随便你。这些都是凡级功法，随便挑一本走吧。凡级？不，这太低级了。哼，嫌低？你一个废材弟子还挑上了？听本长老一句劝，练个1招半式，大比上好，不至于被人活活打死。切勿好高骛远。不劳您老关心，但我要更高级的功法。老夫是看在陆安然的面子上才好心劝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要更高级的功法。行，不识好歹是吧？你给老夫等着，嫌低是吧？有能耐你把这一本练成。待贫肉参劝了先宗老祖，虽8万年前造极了之圣迹，但3万年来300天宗无一人练功法，怎么样？多谢长老，那就选他了。请长老，弟子必须拿到大比魁兆，陆老的幸比排名，许愿9转复生丹，哪怕是拿到第2选都无意义，所以必须要选这门最功法。我别无选择。洛长青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凭你这废品资质去参加大比，你将是整个大比圣岩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！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还敢妄言豪夺魁首之位！朽木，朽木不可雕也！好强悍的吸收速度，可怎么感觉不对劲？这不是灵力，这是凌驾于灵力之上的9天神力和9幽魔力。倘若用这2种力量施展功法，大比魁首之位，谁都别想阻挡我。可惜，这6个月来，我的境界已达灵宫6重，可这本残缺的剑简瑕疵太大，根本无法修炼。3个月期限不够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了。突破灵宫境后，这2座塔的第1层就解封了。先看看黑塔。这黑塔居然能推演、修复失传了8万年的功法。既然功法补全了，那金塔……外界1日，塔内1月。就算这功法再难，我也有的是时间跟你耗。主线，大比盛典，我来了。宗主，时辰快到了，您说洛长青那小子不会真来送死吧？他若死在大比上，将来女帝秋后算账，本宗主怎么交代？圣母那边又怎么交代？时辰已到，既然洛长青不敢露面，
那本宗主宣布启程前往。宗主且慢，弟子骆长青前来报道。陆老，长青闭关9月，未能来看望您，请您恕罪。是老头子一句劝，别去大比，好好活着。只要你能好好活下去，我便死而无憾。陆老爷爷，我一定会多亏救您，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。大比盛典我去定了，您不必再劝。骆长青，本宗主提醒你，各宗参赛弟子皆是灵功大圆满，你区6重去了必死无疑，你可想好了？为救陆老，弟子非去不可。启程前，尔等牢记，想拜入缥缈天宗，9品以下资质者，必须在大比跻身64强。我宗已沦为第几，若这次保不住前50强，便会彻底降级。届时，本宗主将被仙宗罢免。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玄清天宗3万年基业不能毁在我手里，否则我死后有何颜面见祖师爷？拜托各位了。宗主，请宗主放心，弟子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为了陆老，为了全宗，我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夺魁。出发！100年之期，又到了这所谓的仙宗大比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们连天字都不配了。哟，这不是连续100年垫底的玄清天宗吗？哦不，现在该叫玄清地宗才对。听说圣女赐了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见你们迟迟未到，还以为知翠不敢来了，脸皮真厚啊！岂有此理！宗主息怒，一群疯狗狂吠而已，何须理会？放肆！宗主对话，你一个蝼蚁也敢插嘴？等等！哈哈哈！本宗主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个被我宗赶下山的废品！哎呦，想起来了，他也参加过我们赤云天宗的考核，也是被扫地出门的货色。这一事，剧本由我来写。所谓的天骄，不过如此。这个窝囊废，他有什么资格露出这种表情？属于我的时代降临了。拜见仙宗宗主，拜见女帝。怎么会是他？那一夜的杂役弟子，她就是丹台女帝。诸位免礼吧。大比盛典正式开始。本届宗门排名第一天宗奖励急救品灵石矿脉2条，前3、3、2强皆有灵石矿脉赏赐。此外，女帝已允诺，本届大比夺魁的弟子将被女帝收为亲传弟子，重点培养。诸位宗主，本宗主就不客气了。这一届的魁首，定是我玄剑天宗的囊中之物。哼，话别说得太早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盛典第1阶段海选，请宗主放出缥缈剑咒。此乃祖师爷亲手所炼，尔等需从第1层拔剑，成功拔出，方可登上1层。拔出第4层飞剑，便算过关。能拔出的最高品级飞剑，将直接归其所有。
请问首席，最高纪录是几层？呵呵，这话，凭你的废品资质也配问？告诉你也无妨。我宗近千年最高纪录缔造者便是圣女，她拔出了12层飞剑。所有参赛弟子入场。好重的杀意！洛师弟，别看了，那是玄剑天宗的保送学生穆清风，圣女穆清玄的亲弟弟，地级资质，他根本不用参加海选。那他为何对我展露杀意？此人心高气傲，想在大比上亲手夺魁，扬名立万。他恐怕是盯上你了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参赛吧。原来如此，拔剑不仅是脚力，更是用肉身硬抗剑巢内狂暴的道义冲击。这是残缺的口诀，仙极心经。第一层魔塔的功效，竟能通过双眼直接演化补全功法。那个废物怎么一动不动，连握剑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区区废品资质，若是强行拔剑，怕是会被缥缈老祖的道义当场冲碎心脉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庶子愚蠢！赛前多次劝他别来，非要逞强，事到临头却装死，简直败坏我宗门脸面。懦弱至极，本帝竟会对这种连尝试都不敢的蝼蚁抱有微末的期待，简直荒唐。这心经太过晦涩，金卷一便需经年累月方可修成。眼下比赛为重，先拔剑。快看，那废物终于拉不下脸，要献丑了！这种程度的痛苦，等等，这道意在体内流转的暴虐轨迹，竟与大弥陀心经的经络运行路径完美契合。大弥陀心经卷一小成，原来这道义是用来加速修炼的绝佳养料，一柄剑的道义根本不够。再来，洛长青，你穷疯了吗？规则是奖励最高品级的飞剑，你拔那么多下品垃圾有何用？快去第2层啊！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，见到几块破铜乱席就走不动道了。心境巅峰，目力、感知、灵识皆增强3倍。这仙级心经绝不止于此，仅凭护住道仙这一点便堪称逆天。卷2一定在第2层。风的流动，原来如此。御风而行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废品资质，怎么可能练成连攻魂境都极难掌握的御风之术？御风而行虽慢，却需要极其恐怖的悟性与对天地灵气的极致感知力。这个废材居然练成了！这就是御风，这般收放自如的轻盈感，当真痛快。哼，第1层那种微末道义，御风上来有手就行。废品就是废物，到了第2层，依旧是垫底的货色。既然没有，那便继续往上。卷2果然在这里。目力、感知6倍增幅，天地万物的元素轨迹竟如此清晰。怎么可能？越一层道义越强，他拔剑的速度怎么不减反增？道义反噬，死了！极品灵兵，不过是更好的养料罢了。你一个玄清天宗的废物，竟敢追平我！卷4的口诀，竟复杂至此。废物终究是废物，到了这层，连握剑的胆子都没有。李凌天，你
你敢暗算我宗弟子，快松手！这就急了，废物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废物，你死定了，是吗？恐怕你要失望了。文首席，李凌天这是犯规，见宠不允打斗，他这是恶意加害。玄正宗主睁大眼睛看看，李师弟打斗了吗？晚辈不过是凑巧和洛长青选了同一柄剑，不小心握住了他的手。既无明文规定不许握手，便不算犯规。你不是废物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洛长青，你放肆！快松开我李师弟！洛长青，本首席命令你立刻松手。哦，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握手吗？洛长青，你这个疯子！宗主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自作孽，不可活！洛长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加害参赛者！唉，连续拔剑，精神恍惚，松手松慢了，不小心带着他一起上了。洛长青，我穆清风发誓，定将你千刀万剐！聒噪！我还以为12层飞剑有多惊人，也不过如此。洛长青，你休要小人得志！你若真有本事，敢不敢打破本圣女的记录，去挑战13层？元焰宗主，这最后4层为何被混沌迷雾笼罩？女帝有所不知，这剑巢本是祖师爷为了辅助修炼的修炼社大弥陀守的是境界的极限。12层以炼算心经的修士，但踏上13层必死无疑。洛长青，你可敢与本圣女赌一次？你若破了我的记录，拔出13层飞剑，算你赢；若中途松手或拔不出，我要你当场自斩。那我若赢了呢？放肆！圣女何等尊贵，你这废物也配提条件？条件随你提。第一，我要你向玄清天宗所有人下跪道歉；第二，那个老东西打伤陆老，我要他一臂。他用哪只手伤的人，我就要哪条胳膊。数字狂妄，你找死！陆叶长老，答应他，只要这废物死在13层迷雾里，我便能攀上神宗圣子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，卑贱的杂业，老夫同意。既然如此，本宗主成全尔等。去死吧！被道义撕碎吧！该死的命运给我废物资质，让我任人欺凌。我洛长青绝不再做任人摆布的弱者，逆天改命，就在今日！这不可能！心经巅峰。浩然剑，祖师爷的浩然剑竟在主动向他邀明认主。洛长青，你敢！这种废物碰浩然剑，就是对祖师爷的大不敬！宗主，快把他赶下来！文首席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，那请问，你当年踏上了第几层？恳请元业宗主将洛长青赶下剑鞘，他不配染指浩然剑。祖师爷以弥陀劫道义封印此剑，他既然能拔出，说明他一定练成了8卷心经。这绝不可能！宗主，我一直盯着他，他拔第1层飞剑时分明受了伤。他若早练成8卷，怎会被1层飞剑伤到？那便只有一种解释：他在拔剑之前只得到了口诀，他是一边拔剑一边修炼，直到拔出所有飞剑，才彻底大成。四书资质竟逆天至此，长青他做到了。穆清玄，你可以履行赌约了。且慢，洛长青，你看好了！老夫自废一臂，
接下来让老夫代替清玄下跪，她贵为圣女，绝不能跪，算老夫求你。求我？10个月前你们在玄清天宗时，可曾想过给我一个机会？穆清玄，别废话，给我跪！罗长青，你给我记住今天，我穆家穆清玄向玄清天宗赔礼道歉。清风，我要他死！所有参赛弟子听令，我穆清玄悬赏加倍，取洛青葱首级者，赏2000万下品灵石。大比第1阶段结束，接下来开启第2阶段道台赛。道台赛将产生宗门积分，积分可兑换海量灵石。除此之外，晋级32强者可入禁地，接受真仙级功法传承。最后，本届大比夺魁者可向本仙宗提出一个愿望，只要在仙宗能力范围内，皆可实现。实现愿望，九转复生尊丹，陆老有救了。这魁首，我别无选择。道台赛抽签分组，唯有离开或逃下道台方算认输。逃下者，对手不可追击；违令者杀无赦。落。既然如此，洛师弟，答应我一件事：14年前我赵家满门被灭，是宗门救我养我。师姐，为了不让宗门降级，我哪怕粉身碎骨也会全力以赴。但你不同，你哪怕大比失利，凭你的私塾资质也能活得很好。所以拼命的事交给师姐，你只负责好好活下去。哈哈哈哈！1号，老子的运气真不错。玄清天宗的废物，给你2条路：跪下磕头承认你们是垃圾，或者老子活活打死你！猖狂贼子，玄清剑诀，金身诀2转。怎么可能？太慢了！灵儿，快逃下道台，不要积分了，快逃！说你们是垃圾，痴心妄想，想逃，做梦！别怪老子心狠，要怪就怪你们得罪了圣女，老子弄得你越惨，圣女就越欢心。不！赵硕，你最好祈祷，别在接下来的轮次里遇到我，否则我保证你想死都难。洛长青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区区一个废品资质也敢大言不惭？你若是落在老子手里，老子保证让你死得比他还惨。本首席宣布，示范赛玄剑天宗赵硕获胜，晋级下一轮。玄清天宗赵灵儿淘汰，剩下的998名参赛弟子寻找各自对决道台，开始角逐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子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赵青，看来你要发财了，圣女那1000万下品灵芝的赏金归你了。哥，看来我运气比你好啊！赵青，他居然是赵硕的亲弟弟，这罗长青死定了。废物，老子修炼的也是3转金身诀，你今天连刘据全师的资格都没有。且慢，长青，本宗主命令你立刻退出大比盛典。宗主，弟子拒绝。洛长青，本宗主是为你好。大比盛典比的是战斗修为，而你的长处是4术，这里不是你的舞台，退赛吧。多谢宗主好意，但弟子更明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为救陆老，绝不退却。人活着，总有些东西比命更重要。赵师姐为了本宗燃尽生命，弟子亦当带着她的意志战到最后，所以弟子绝不退赛。好样的！本宗主允许你参赛，若你不幸战死，
本宗主承诺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活陆老。放心战吧。多谢宗主。大比盛典第2阶段，道台赛第1轮正式开始。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老子巴不得你继续，否则怎么有机会拧下你的脑袋？金身诀2转！小废物，用出你那不堪一击的玄清剑诀吧！不会。老子把这茬忘了！你一个废品，能练成个屁的剑诀！去死吧！给老子断！怎么会？该我了。我的胳膊！二弟，快逃！快逃下道台！逃？你觉得逃得掉吗？洛长青，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别，快住手！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洛长青，求你放过他！只要你抬脚，我给你10万下品灵石。不够。20万，我给你20万。不够。不，100万，我给你100万。这已经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。100万下品灵石，能买回赵灵儿师姐的命吗？洛长青，你竟敢杀我弟弟！我赵硕与你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！宗主，长青用的究竟是什么功法？灵功6重，居然把大圆满的赵青碾压了！老夫猜对了，一定是澹台女帝暗中传授的。咱们玄清天宗有救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长青只有1人，积分杯水车薪，而且赵青的2转金身只是天级，这大比中卧虎藏龙，不能大意。7号道台，玄清天宗洛长青胜，斩获5个宗门积分。玄剑天宗赵青淘汰。暂定排名：第1名玄剑天宗，累计49分；第300名玄清天宗，累计7分，倒数第1。第2轮抽签完毕，比赛开始。洛长青，连苍天都帮老子！老子要亲手将你拆成万段，祭奠我弟弟！既然你与你兄弟情深，那我便好人做到底，送你上路，让你们团聚。狗东西，下地狱去忏悔吧！3转金身诀，第1转。第2转。金身诀第3转。冷冽如冰，仿佛能切开风暴。这不可能！第2拳！这不可能！第2拳！洛长青，你不能对我动手！我是玄剑天宗弟子，
你敢动我，就是得罪圣女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的很简单，夺人机缘，拿修为来偿。第二轮13号道台，获胜者玄清天宗洛长青晋级250强。好啊，100年了，我玄清天宗终于有人杀进250强了。第3轮对决抽签结束，请250强弟子入场。你就是那个靠着蛮力杀人的废物。杀你会脏了我的剑。我给你3息时间，自己抹脖子，别等我出手，否则你会比刚才那个蠢货死得惨10倍。洛长青的确能应付皇级功法，但婉儿的地级功法，杀他只需一剑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解决你，杀你这种废物。只需一剑。看你是女人的份上，留你全尸。第25号道台，获胜者玄清天宗洛长青晋级125强。宗主，你快掐老夫一下，咱们玄清天宗真摆脱100年垫底的厄运了。没做梦，我们翻身了。瞎叫唤什么？洛长青那废物不过是走了狗屎运。婉儿若是觉醒了如属性攻魂，100个洛长青都不是他对手。哦，可你口中的废物，却是一簪秒杀了你宗的天才，这就急了。我们3个不在，你们倒是跳得挺欢。洛长青，你死期近了。若遇到我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想死都难。怎么，几年不见，长本事了？敢直接无视我了？忘了以前在穆家，我是怎么把你踩在脚下，在你头上撒尿的？你应该庆幸，被你凌虐的那个人不是我，否则你现在连站在这里聒噪的资格都没有。失忆了是吧？没关系，被暴揍一顿，总会想起来的。洛长青，你真忘记我了？5年前花灯节，你因为偷开路人姑娘的裙底被人打掉牙，逼着下跪道歉的事，想起来了吗？那场戏可是本姑娘一手策划的呢。清风哥哥说你窝囊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被打成死狗，回到穆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当众揭开你的伤疤，你居然连反驳都不敢，哼！果然彻头彻尾的废物。我没有跟死人说话的习惯，遗言交代完了，送你上路。急着找死，我成全你，冰皇吞剑到底！
这一枪要你的命！去！口若悬河了半天，就这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究竟是不是废物？洛长青，你凭什么瞧不起我？你不过是一个曾经被我们戏耍的小丑罢了。凭什么你这种废物小丑也想踩在我沈雨霏的头上？给我破！这不可能！我的全力一击，怎会在你面前？怎会在你面前如此不堪一握？洛长青，快住手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那样对你，玩笑，只是跟你开玩笑啊。我承认我的玩笑也许有点过火了，可你一个大男人总不会如此小气，跟我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吧？那我也跟你开个有点过火的玩笑。洛长青，我向你道歉，你放我下来。洛长青，你敢！你若再伤雨霏，我穆清风对天发誓，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，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！我不敢。念在你们嘴里的洛长青与我同名同姓的份上，这口恶气我帮他出了。洛长青，1号道台来获胜者，本轮玄清天宗赢得宗门积分30分，个人奖励由20万下品灵石提升至30万。红月天宗弟子沈雨霏淘汰。本首席宣布，道台赛第4轮结束，128名参赛弟子淘汰64名，64强弟子诞生。同时，64强弟子大比结束后，可加入我缥缈仙宗。父亲，母亲，孩儿成功拜入缥缈仙宗了，这是你二老生平最大的愿望，孩儿没有让刘家蒙羞。他还有人可以告慰，而我呢？我甚至不知自己的故土位于何方。有的，也许以前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陆老，你的洛小子成功闯入64强了，他能够拜入缥缈仙宗，成为仙宗弟子了。他没有让你失望，更没有让本宗主失望。元夜宗主，若本帝没记错的话，洛长青应该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个以灵功6重闯入64强，拜入仙宗的弟子了吧？岂止是灵功6重，便连灵功7重、8重，也都从未有过。洛长青此子的光辉战绩，足以在我缥缈仙宗载入史册。元夜宗主，您似乎对洛长青很有兴趣。女帝这话，倒像是在问自己。本帝来到仙宗之后，一心潜修，不问世事。
自然要多多留意弟子，人品也能差。真是一群不中用的废物，竟让洛长青闯入64强。清风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让洛长青付出代价。肃静！64晋级32强。中场休整半个时辰，可查阅宗门排名。宗主，您看到了吗？最好也才第110名。成何体统？快放手！本宗主头有点晕。传本宗主的话，本宗主再追加1000万。3000万下品灵石。想换什么换什么。长青，切记，只需听着。接下来这一战至关重要，可得真仙级功法资格，也能令本宗跻身前50。拜托你了，长青，拜托了。中场休整结束，开始抽签，可得真仙级功法传承资格。又让你逃过一劫。你看看，他的对手是谁？怎么会是他？要归我皇甫冲了。登台。洛长青完了，这一轮悬了。黄福冲，地榜第1强者，很好，插翅难退。首席，弟子黄甫冲要向洛长青发起生死挑战。生死挑战不在规则内，必须洛长青甘愿接受，才能生效。洛长青，本首席提醒你，此战一成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，你可明白？明白。那你可愿接受挑战？长青，不可！我接受。他明知道黄甫冲是地榜第1，还敢接？几场胜利就真当自己无敌啦？长青，你糊涂啊！公主，接不接受已无区别。生死挑战生效，对决开始。洛长青，你的脑袋很值钱，你让红月颜面受损，我不会像李婉儿、沈雨霏一样给你留退路。我的命就在这里，你若有本事，尽管拿去。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你刚才答应到底是什么。无量诛仙剑典，3道诛仙剑芒已是瑕疵功法的极限。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。何须用剑？他什么东西在劈我？是剑意。剑意雏形。放肆！哪个天宗长辈敢扰乱道台对决？哪个天宗长辈敢扰乱道台对决？不对，剑意不是来自300天宗，来自1号道台。这怎么可能？
洛长澄清怎么走了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还没看清？黄甫冲就倒下了。我亲手粉碎你！无量诛仙剑典。剑意雏形。弟子愚钝，斗胆请问宗主，女帝何谓剑意？诸道之意，包罗万象。剑意是其中锋芒最重一种，它不同于功法，更看悟性。有些剑修穷尽一生也摸不到门槛，也有人一朝顿悟。本帝也是到宫神境才领悟剑意。洛长青的剑意虽只是萌芽，但以他的境界来看，他的悟性堪称震古泻今。连我都不曾领悟剑意，他凭什么？第5轮，1号道台获胜者，玄清天宗弟子洛长青，其个人奖励由30万下品灵石提升至50万，同时赢得5个宗门积分。玄清天宗累计117分，宗门排名上升至第28名。洛长青晋级32强，获取进入传功禁闭资格。祖师爷，你看到了吗？玄清天宗不用被降级了，你的洛小子赢了，他把咱们玄清天宗拖进第28名了。洛师弟，我谢谢你。洛师弟，我们谢谢你了。长青，谢谢。64晋级32强赛结果揭晓，32强名单正式诞生，玄剑天宗仍居第1，赤云宗第2，玄清天宗第28名。当初是本宗主走眼了，不能让洛长青安然离开大比道场，我们得不到的弟子也不能让玄清独占。放心，洛长青走不到最后。32强弟子到场集合。接下来，由缥缈仙宗宗主带领尔等前往传功禁地，接受真仙级功法传承。上灵州，前往传功禁地。清风，别急着上灵州。圣女，为让洛长青失去资格，我要赌一把。我有几句口诀传给你，你仔细听。此事绝不可外传，否则会惹上大祸。洛长青，等进了传功禁地，你就知道差距在哪儿。启程，前往传功禁地。启程。这就是仙宗深处，一眼看不到边啊！哈哈哈，总算像点禁地的样子了。32强里，此子心性倒是少见。只可惜资质。传功禁地由祖师爷亲手打造，数10位圣老常年镇守，入殿之后守规矩，便无需害怕。弟子遵命。外殿取口诀，内殿观想仙像，运转口诀，承接功法传承。3日后此时，本宗主接你们回道场，在此期间不得离开传功殿半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灵宫6重踏足禁地，8万年来，他是第1个。哦，难不成要获取口诀，还得接受资质检测吗？
清风道友，怎么会学几个木属性？没错，叫传故技觉醒。那这银色玉简又是什么意思？2节迷子功法。多谢清风道友指点迷解。老子先来。金色3阶真仙级功法。下一个，我来。你先来，还是我来？居然连圣杯都没让他觉醒属性，我们至少还有属性之力。古铜色玉简还没有属性加持，这种资质能踏入传功禁地，简直是对禁地的亵渎。洛长青，瞪大你的狗眼！雷之力，地级属性。穆清风居然觉醒了地级属性，雷之力！看清楚了吗？人家穆清风觉醒地级雷之力，你却什么都没有。你之前还敢跟他叫板？你拿什么和人家比？洛长青，亏得我还曾将你当做对手，现在看来，是我穆青抬举你了。9天神力可施展万法，属性之力于我而言，不是必须。清风师兄，何意私藏玉简？清风师兄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啊！拿出来让咱们开开眼啊！不急，留个悬念，道台赛上自见分晓。就算不看玉简，也知道清风师兄可轻易拿下大比魁首之位。走吧，咱们还要去内殿接受传功。这便是真仙的威压吗？他便是缥缈仙宗祖师爷上官浩然的仙像吗？住口！祖师爷名位，岂能随口直呼？祖师爷息怒，弟子愚钝，再也不敢了。跪拜完毕，开始接受功法传承。1阶真仙级，太仓入仙剑典。无需苦修，只需看他施展，剑典便自行刻入脑海。清风，我把4阶真仙级口诀传给你，此事只能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道台赛上，让洛长青付出代价。洛长青，你想不到吧？姐姐给我的远不止地级资质。清风师兄，你这功法到底什么级别？道台赛上自见分晓。又来这套。清风师兄，宗主只把咱们送过来，并未多说。你姐姐乃是仙宗圣女，你应该知道些内幕吧？传闻祖师爷羽化成仙之后，曾重回凡间，将上百部真仙级功法授予缥缈仙宗，最低1阶，最高6阶。那为何观想仙像便可获得传承？祖师爷将本人所修功法名为道念，灌入仙像，后辈弟子观想仙像，便可承接道念。最初传功禁地不设测魂圣杯，入禁地者可任意挑选1到6阶口诀，直到75000年前，一名仙宗宗主立下测魂圣杯，按资质送出口诀。资质不足，强修高阶功法，反受其累。否则，什么人都能拿6阶功法，岂不是令祖师爷蒙羞？他还没醒，1阶功法都传承不到。75000年前，不设测魂圣杯，入禁地者可任意挑选功法。我的神魔双塔最多可回8万年前，不必重参加大比。我此刻就在传功禁地，75000年前正合适。起！成功了！果然如我猜想，我直接回到了75000年前的传功禁地。
穆清风说的是真的，75000年前，尚未设下资质检测。弟子要6阶真仙级功法。居然真拿到了，再试一次。每个弟子每次只能领取1道。王师兄，穿过这条走廊，前面便是外殿了吧？此地不可久留，此地不可久留。洛长青，你这废物，既然传承失败，我劝你别费力了。睁眼又闭眼，他这是还不服？就他这资质，撑到现在也是笑话。 6阶真仙级，掌生灭，苍蓝剑图。苍蓝剑图乃本尊生平平最得意功法之一。修炼此功，需习合上8卷大毗陀心经，将感知力灵石推真风。上8卷大毗陀心经，我已修成。专注看，切勿错过任何细节。世间竟有如此玄妙功法，还装？洛长青，老老实实做个废物算了。 尔等是否掌握了真仙级功法？回禀宗主，弟子掌握了。回禀宗主，弟子已成功接受了传承。既然如此，上灵州回大比代场。32晋级16强抽签开始，肃静！30晋级16强抽签开始。 又错过了，偏偏不是3号。他运气倒是够硬。弟子穆清风，请问首席，按照规则，跌落道台便算失败，可倘若道台被打碎了，尔等已学得真仙级功法，无需顾虑，放开了打。 所有参赛弟子登道台。梧桐，洛长青实力不俗，我逆火天宗与他并无恩怨，你与他点到为止即可。宗主多虑了，弟子与洛长青皆修得1阶真仙级功法，可弟子觉醒了天级火之力，而他洛长青却连属性之力都没能觉醒，以灵力施展真仙级功法，连3成威力都发挥不出。 他拿什么跟我抗衡？妙！梧桐听令，本宗主改主意了，别让洛长青轻松退场，给我彻底废了他！梧桐，别让他轻松退场！ 宗主放心，洛长青，老子的确不是最强3子的对手，但收拾你这废物，还是手拿把掐的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一个废物，这么嚣张！1阶真仙级赤炎灭世火点。 绕火海里有东西出来了，是真仙功法幻象。洛长青，给我跪！废物，用你的灵力施展你的垃圾功法吧，不然没机会了。你说完了？
敢无视老子！我的剑不听使唤了。他在朝拜洛长青。果然如此，诛仙剑芒，九芒齐聚，万剑朝拜，这是完整的无量诛仙剑典。九道，你竟然只用仙级功法来对付我，你瞧不起老子！斩！洛长青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饶我一次，我后悔了。结束了。这不对呀！洛长青用的只是仙级功法，为何能破武桐的一阶真仙级功法？这说不通。人已败，你节哀。武桐是本宗主的亲侄儿，洛长青，你好狠的心！灵宫六重以仙级功法压过灵宫大院门的一阶真仙级功法，这还是那个洛长青？很强，启禀宗主，弟子认为洛长青作弊了。我宗赐予300天宗的无量诛仙剑籍均有瑕疵，最多只能凝聚3道诛仙剑芒，可他刚才凝聚了9道。洛长青分明是偷走了本宗完整功法，他作弊，请宗主将这贼人处置。我作弊？我才18岁，而贵宗的完整口诀已失传数万年，我如何盗？呵呵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你若没偷，那本圣女问你，你的完整口诀是哪里来的？我用得着跟你解释？你清玄，本宗剑宗8万载，完整无量诛仙剑典失传之前，诞生强者无数。也许洛长青祖上某位大能，便是出自我缥缈仙宗那段时期，这并不稀奇。更何况，连咱们缥缈仙宗都没有完整剑典口诀，他上哪儿偷去？这本宗主知道你与洛长青有私仇，但你此番鲁莽指控，着实欠妥，有失身份。弟子知错，让姐姐当众丢脸，洛长青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此事接过，休要再提。文首席，继续。本首席宣布，第6轮3号道台获胜者为玄清天宗洛长青，晋级16强。同时，他为玄清天宗赢得100积分，6轮累计217分。洛长青个人奖励提升至100万下品灵石。主，咱们直接闯进13强了。按照规则，13强可赢得3条中品灵石矿脉。宗主理解的心情，可每次晋级你都要哭一次。保重身体，为本宗主预感，长青一定还能再创奇迹。陆英府陆老是大功臣，无论他最终能否得救，本宗主也一定要封他为功勋长老。肃静！本届300天宗大比盛典进入重要阶段，8强经得战。8强以外为中品灵石矿脉，8名以内则为上品灵石矿脉，是本宗的上品段。哪怕财力将质变提升。本首席宣布，8强经得战抽签开始。又错过了，他跑不了太久。下一轮，最好轮到我。 8强争得战开始，16强参赛弟子登道台。糟了，江龙师姐上一场伤得太重，这一战不好打了。你负伤严重，已无能力再战。你我无冤无仇，我给你机会认输，下道台去吧。 你算什么狗东西？你连真仙级功法都不会，也配让本姑娘认输？我便只剩一根手指能动，也照样能像碾死蚂蚁一样，轻易碾死你。找死！我成全你。敢这么跟我说话！ 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不好，洛成心功法已成，降落功法未成，来不及了。洛长青，
你刚才说过给我认输机会，现在还有没？废物，全都是没用的废物。没死也好，我穆清风便有机会亲手宰了你。8强争夺战5号道台骆长青胜，同时他为玄清天宗赢得200宗门积分，个人奖励提升至200万下品灵石。骆长青晋级8强。肃静，8强争夺战结束，16名参赛弟子淘汰半数，获胜者晋级8强之列。于大比盛典结束之后，可进入本仙宗劫子时空圣塔修炼1月，作为奖赏。长青，劫子时空圣塔是一种强大的时空法宝，外界1日等同塔内1月。开启圣塔耗费极品灵石数目惊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外界1日，塔内1月，这倒是和我的魔塔一样，只是不知可有办法让我的魔塔也能获得灵气。第8名，玄清天宗417分。宗主，咱们马上就要有钱了，老夫做梦都没想到，咱们竟然可以开采上品矿脉了。有钱了，咱们马上就拥有雄厚财力，去吸引更多天才少年加入本宗了。半个时辰休整结束，8进4强争夺战开始，参赛弟子登道台。长青，骆云飞乃是赤云天宗外宗地榜最强弟子，此子实力极强，你不可莽撞，一旦不敌，便速速逃下道台。小畜生，听说你曾多年寄居穆家，对人家穆清玄圣女死缠烂打，你也不看看人家什么身份，你自己什么德行，你也配高攀人家？同样姓骆，我都感觉丢脸，你也配姓骆？今天我便代替天下骆姓之人，宰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玩意儿！2阶真仙级功法！什么？骆云飞竟然！长青，快逃！你的仙级剑典绝不是2阶真仙级功法的对手，快逃！逃！痴人说梦！木灵秘灭仙典！好霸道的黑杖！不好，那黑杖连内宗道台都能腐蚀，长青岂不是要灰飞烟灭了？只需3息，本公子的黑杖便要你彻底消失。1息，2息，3。这是真仙级功法造成的幻象，怎么会？你这废物明明没练成，给我镇压！你也不过如此。云飞，本宗主的好徒儿。原来，废品资质真能得到真仙级功法传承。他失踪的3年多究竟历了什么？连骆云飞都不是他对手，若是任由他成长下去，绝对是个祸患。1号道台获胜者为玄清天宗骆长青，他为玄清天宗赢得500宗门积分，个人奖励提升至500万下品灵石。骆长青晋级4强。天大师兄，你赢了。玄剑天宗外宗第2强佼者，名头归你。快去救人，不惜代价为敌阳疗伤。精彩！多谢玄剑天宗，让晚辈能够一睹如此震撼人心之战。不愧是玄剑天宗，这一战令人叹为观止。本首席宣布，2号道台玄剑天宗段天德获胜，晋级4强。第8轮8进4结束，4强弟子诞生：玄剑天宗穆清风、段天德，玄清天宗骆长青，红月天宗孙正宇。一个废品资质弟子，非但没有自暴自弃，反而成长为真正强者。这种百折不挠的毅力，令本帝佩服。元夜宗主，骆长青的确很强，但就他目前表现的实力，
应该还不及最强三子，你何须如此震惊？不，女帝你有所不知，洛长青所施展的功法，乃是本仙宗祖师爷所创的太皇树线剑典。问题在于，这剑典造成的幻象，绝对不应该只有一座仙种。洛长青根本没用全力，他连2成的功法威尼都没有用出。什么？他还隐藏着实力？这也只是本宗主的一种猜想，或者还有第2种可能。他因为是废品资质，没能觉醒属性之力，所以才只能发挥出太皇路仙剑典2成的威力。元夜宗主的第2种猜想，显然更符合常理。大比盛典宗门积分榜更新，第1名玄剑天宗2399分，第2名红月天宗，第3名灵刀天宗，第4名玄清天宗，第5名赤云天宗淘汰。本届大比奖励重申：第1名奖励极品灵石矿脉2条，第2名上品灵石矿脉5条，第3名3条，第4名2条，第5名至第8名皆为1条。玄剑宗主，我要贵宗弟子在台上彻底废了洛长青，我要他生不如死。只要能办到，本宗主愿将那唯一1条上品灵石矿台双手奉上。好，你想让他怎么消失，随你开口。那就是丹药的力量，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物。若我将来能成为强大的丹师，便可为自己炼制丹药。大比结束后，必须好好了解这4系。宗主，第4名，2条上品灵脉啊！您的宗主殿早就该翻修了，还有老夫和陆老的行宫必须重新殿拜。段老，冷静，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半决赛马上要开始了，休整结束，半决赛抽签仪式开始。1号道台玄清天宗洛长青对战玄剑天宗段天德，2号道台玄剑天宗穆清风对战红月天宗孙正宇。洛长青，你这个废物，终于落到老子手里了！坏了，遇到段天德了！宗主，快让长青弃赛保命啊！他在段天德手里绝对活不过3系。没用的，长青为了救陆老，心知必死，也绝不会退半步。看老子怎么活活玩死你！3阶真仙级功法，金云碎须刀剪。段老，做好为长青收尸的准备吧。宗主，长青连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吗？长青能以1阶功法打败2阶，不假。可现在，他的对手用的是3阶。洛长青想要活着离开道台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除非段天德当场暴毙。3息之后，若你还能喘息，我段天德当场自裁！螳臂当车，自取其辱！给老子轰了他！那是什么？我为何要跪？老子乃最强3子，怎能在废物面前下跪？给我劈了那废物！他竟然连一句嘲讽都不屑于对我说，在他眼里，我连让他开口的资格都没有。洛长青，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本圣女？我为何要为一个注定消失的人动怒？清风已练成那部功法，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幸亏姐姐给了我4阶真仙级功法，洛长青，你长不成参天大树了。本轮道台赛结束，获胜者玄清天宗洛长青与玄剑天宗穆清风双双晋级决赛。宗主，1485分，我们与玄剑天宗只是差这些了，我们有机会争第1。
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本宗主宁愿永不苏醒。元夜宗主，贵宗的一阶真仙级功法，竟能引发葬魂歌的幻音意境。女帝眼光独到，太荒戮仙剑典本身并无此意境。洛长青做到的，是本宗8万年来极少有人触及的领域，功法升华。感性上，本帝敬佩他，但从理性出发，穆清风在隐藏实力。即使洛长青能升华功法，也毫无胜算。废物，没想到你真能爬进决赛。你一定很得意，但可惜，你遇到了我。要打便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成全你！地阶雷之力，难道他传承了4阶真仙级功法？长青位移。清风，无需保留了，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你才是天宗的王者。好，不愧是我宗最强，清风，别让他消失得太痛快，一点点敲碎他的骨架。弟子遵命。不好！1阶对4阶，洛长青能升华功法撑到现在，已是极限。难道长青练成了2阶真仙级功法？傲人剑，他从未用过这柄剑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那就带着他一起神魂俱灭！八景，太荒戮仙剑典，他何止用了2成？哎呀，空神2场都输了。我穆家收留你、养育你，更让姐姐与你订婚，对你恩重如山。可你恩将仇报，毁了我妹妹的清白名纪。你是我穆家的罪人，你怎有脸杀我？杀不杀我，你都完了。全天下的唾沫会替我埋了你。洛长青竟是如此下作无耻之辈！狼心狗肺！人家穆家对你恩重如山，取消他的大比资格，滚出大比圣典！洛长青，现在你还下得去手？
万古骂名。清者自清，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何须在意？洛长青，我穆清玄与你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，我定取你项上首级，为清风记魂。宗主，洛长青这般狼心狗肺之人，根本不配夺冠，请宗主取消他的成绩，将他废去修为。说我玷污圣女妹妹，拿出证据来。清玄，本仙宗向来赏罚分明，你只管放出记忆回溯。若洛长青卿坐实罪名，本宗主绝不姑息。本帝无需放出全过程，只需放出尔等为他善后的记忆画面即可。没有证据，既无真凭实据，此事只能暂且搁置。本宗主不能因你一面之词，便妄下定论。宗主，弟子想起一事，洛长青肯定作弊了。传功禁地只能传成一种功法，他那6阶真仙级功法，绝对是进去之前暗中有人暗中给过他口诀。放肆！整个大比现场，掌握6阶功法者为本宗主与独台女帝。女帝从未修炼本宗功法，你的意思是本宗主暗中传授个作弊不成？弟子不敢，弟子知错。本首席，履行你的职责。本首席宣布，决赛获胜者玄天宗弟子洛长青，玄清天宗斩获1500分，实现反超，荣登宗门第一，荣获宗门魁首、弟子魁首双魁之位。祖师爷，您看到了吗？咱们玄清天宗拿到双魁首的荣誉了。宗主，诸位长老请起，使不得。洛长青，根据规则，玄清天宗获得极品灵石矿脉2条，而你我个人魁首。斩宗明、陆恩清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弟子只要1枚9转复生尊丹，医治陆爷爷，宗主成全。原来是为了报恩，难能可贵呀！这是你许愿的9转复生尊丹。多谢宗主成全。洛长青，本宗主问你，你出身何处？回禀宗主，弟子出自华夏。哦，华夏在何处？为何本宗主从未听说过？弟子不知，皆因一次意外，弟子才来到了南海道远。原来如此，华夏能走出你这般少年，想必定是人间地灵之处。文清与首席为本届大比盛典魁首弟子颁发奖励吧。遵命，恭喜你摘得桂冠，这灵界内是你赢得的1500万下品灵石。这中品灵界是否需要归还？不用归还，就当本宗主庆祝敦台女帝收徒之喜，替女帝送。多谢宗主，多谢女帝。还叫女帝？洛长青，你得改口了。将有幸被敦台女帝收为徒儿，本宗主宣布拜师仪式开始。徒儿洛长青，拜见女帝师傅。师傅，请用茶。本帝一言九鼎，仍会收你为徒，但本帝可以容忍废品资质，却最恨品行不端之人。洛长青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师傅。本首席宣布，本届大比盛典圆满结束，64强弟子可晋级为本仙宗外宗弟子。现在尔等与各自宗门道别，稍后随本首席前往本仙宗外宗。长青，丹呢？在这儿。慢一点，陆老气息还弱。我知道。陆老，我在。陆老，是你的洛小子斩获了魁首之位，许愿了9转复生尊丹，才救了你。咱们玄清天宗也因此拿到了300天宗魁首之位。出息了，真的出息了。陆老，多么脆弱荣冠！不提这些，我玄清天宗的骄傲了。是啊，不过陆老，长青已晋升为缥缈仙宗弟子，不能跟咱们一起回去了。老夫晓得。您放心，只要长青还在缥缈仙宗1天，便无人敢动我玄清天宗分毫。好，好。宗主，时候不早了。陆老，您珍重。长青，
保重。洛师弟，保重！孩子，一定要保重。如果在仙宗受了委屈，曲宗永远是你的家。爷爷，大恩难忘，请受长青一拜。一跪，跪救命之恩；跪，二跪，跪知遇之恩；三跪，跪爷孙之情。爷爷，你珍重！孙儿，有时间回来看看爷爷呀。爷爷，等我站稳脚跟，一定会去看你。长青，你来，本宗主有话与你说。宗主，请讲。既然大比盛典已经结束，本宗主问你，你的大弥陀心经口诀、无量诸仙剑典口诀，以及苍瑶剑图口诀，从何而来？华夏穿越，魔镜，神魔双塔，时光逆转，这些事说出来也没人会信。回禀宗主，师父，弟子受一位轩辕前辈指点。你口中的轩辕前辈是何方神圣？轩辕前辈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至于真实身份，他老人家并未提及，弟子也不敢多问。倒也符合世外高人的作风。既然你也不知，本宗主便不再多问。另有一事，本宗主要告诉你，你仔细听着。1年之后，5大仙级宗谋将联合举办4术大典，丹、气、符、阵，弟子级与高层级皆要角逐。所以，宗主是想让弟子参加弟子级博弈。不错，本宗4系薄弱，在大典中一直居末，名次越低，你即习得大拼破圣经上8卷。本宗主有意让你代表宗门出战，那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战场。弟子明白，但你对4术还不够了解。等你从极子时空塔出关之后，便跟你师父苦心修习4术去吧。去找温青羽首席吧，他会安排你入塔闭关。宗主，弟子告退。师父，徒儿告退。尔等先辨认居所，8强弟子稍后留下，随本首席前往劫子时空塔闭关。谨遵首席安排。首席，那洛师兄住哪一处？洛长青已拜师澹台女帝，无需住在外宗，日后去灵虚宫偏殿居住。有劳首席。8强弟子，随我来。此乃本仙宗圣宝，极子时空圣塔。塔外1日，塔内1月。此塔并不属于外宗，乃是宗主为尔等6人特意准备的奖励。机会难得，不可懈怠。弟子明白，谨遵首席教诲。洛长青，站住！穆清玄，你知道开启一次圣塔
要消耗多少极品灵石吗？多你一个人，便多出更多损耗。什么叫多我一人？入塔资格是我洛长青赢来的。圣女，宗主已有安排。宗主的规定，本圣女当然不会违背，只是身为圣女，必须为宗门考虑。洛长青，你永远无法凝聚公魂，最好要点脸，别浪费本仙宗资源。本圣女奉劝你，自愿放弃这次机会。所以呢，你就如此笃定我洛长青无法凝聚公魂？赌一次。说，你若凝聚公魂失败，你便抱着脑袋滚出缥缈仙宗。我若凝聚公魂成功，你穆清玄便在我面前长跪3天3夜。1个月后，我就在这等你出来，亲眼目睹你滚出缥缈仙宗。是吗？那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穆清玄这张脸真是阴魂不散，他不想让我参加四术大典，更想把我赶出仙宗。此番入塔，无论如何也要凝聚出公魂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芥子空间吧？已达玄清天宗5倍有余，果然是闭关的好地方。三闪，穆清玄1个月后，我会让你亲眼看清楚。天地灵气如此浓郁，就算被魔镜神骨夺走一半，也足够我突破了。15个月，灵功大圆满，距离攻魂境只差最后一步。9天攻魂，悠悠攻魂，我竟然凝聚出了双攻魂，2秀9种全属性，全是神力。穆清玄，这次你输定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属于我的记忆。洛长青，你这蝼蚁，你可知当初我为何与你指腹为婚？因为你的真实身份无比显赫。你说什么？很意外，你不过是被洛家抱养的废品。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？我偏不告诉你，我要你带着这个秘密永远消失。如此罕见的御魂法宝，跟着你也是浪费，归我了。该死的废物，连消失都要给我找麻烦，必须找到他的尸首。原来这个世界的洛长青就是我的平行分身，你在崖边受的屈辱就是我的仇。穆清玄，我洛长青发誓，定要让你穆清玄，你给我等着！此生若你，我洛长青誓不为人。谁杀过你？谁？出来！声音不是来自塔内空间，是魔镜。魔镜里居然有别人。你的魔镜，月儿还想问你，你为何在月儿主人的魔镜里呢？你叫月儿，你主人是谁？我还真以为是主人呢，原来只是长得像而已。你灵魂的味道与主人不同，看来你应该是主人的某个后世传人吧？你是从那棺材里爬出来的？废话，不然呢？我叫银月，是大名鼎鼎的至尊神兽始元紫金皇祖。当初主人找到我时，我都已经200多万岁了。这么说来，我一直是在吸你的灵气复活了。难怪我修炼速度受阻，原来一直有个200万岁的吸血鬼在棺材里。神魔双塔第2层，封印消失了。喂，洛小子，你推我干嘛？念在你是传人的份上，我不计较。对了，你身上有仙玉吗？仙玉是什么？没听说过。仙玉相当于仙界的灵石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穷啊？这是什么级别的存在？亘古神魔道典，吞噬寰宇。通过吞噬兵器法宝，无限进阶9天神体和9幽魔身，还有神术9天星辰神功。穆清玄，你夺我玉佩，毁我根基，如今我便用这吞噬华韵，将你引以为傲的一切啃食殆尽。看什么看？
这些神术、炼体术都是我主人的，白白便宜了你。你连仙玉都没有，至少先给我点零食吃吧。好，全当谢你指点。居然是下品零食，弱小子，穷死你就算了。月儿晋级1阶2重要吃200万，晋级10重要1000万，要晋级2阶只要5400万下品零食就够了。别心疼你那点破石头了，现在立刻用你刚领悟的吞噬晃袖，把这具神骸给吞了，一具9天神回，直接施展便可，快点！坚持住，这是炼体术在重塑你的筋骨血肉，铸就9天神天。那团金火是9天神焰，一起炼化它。这就是9天神体和9天神焰，勉强算个雏形吧。这9天神焰失落太久，现在只有1阶。不过你可以通过吞噬其他法宝和盗火火种来让它晋级，能无限晋级。好，月儿，走去魔塔。神魔交汇，亘古神魔之焰。洛小子，你现在神魔双体都练成了，是不是该继续给我买零食和火种了？月儿，你看，我需要吞噬法宝和火种来提升实力，我越强，赚取零食的速度就越快，对吧？所以，我那1500万零食得先留着买修炼资源。你骗小孩呢？早知道不教你了。等等，这是经文在自动补全，上8卷变成了16卷，仙级功法晋级成了真仙级大弥陀仙经，仙级功法居然晋级成了真仙级。月儿，这是为何？难道魔塔还能让功法晋级？想得美，只能补全残缺，不能只能说明这部功法的出本本身就高于仙级。高于仙级？那原本是什么级别？我能否推演出来？1层推仙级，2层推真仙级，3组推神级。你现在的修为还不具备逆推回神级的能力。既然也是真仙级，事不宜迟。实习，当初有祖师爷道义辅佐尚需1日，现在竟然只用了10息。你以为9天神门和9幽魔木只是让你身体变硬？有了这2种体魄，日后哪怕是神级功法，最多也只用10息。又来。你以为复活了我就能独享灵气了？后面还有11具神官魔怪嗷嗷待哺呢。洛小子，加油哟！月儿，既然你要我养，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本尊？小意思，你看好了。洛小子看清楚，我乃万皇之祖，始元紫金皇族。现在知道我厉害了吧？快去给我找灵石！只要让他变强，他将是我最恐怖的助力。灵石、境界，我都要。闭关弟子皆已入列，只差长青了。女帝，你觉得长青凝聚宫宗魂能否成功？更新结论，他既能摘得大比魁首，也许有一丝希望。诸位首席，洛长青本座已经看中，还望诸位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，只要他属性对应，本座当仁不让。少来这套！他练就8卷心经，当然要入我4目乾坤殿，代表仙宗去4目圣殿。很遗憾，洛长青不但加入不了内宗10殿，更去不了4树圣典。禀宗主女帝，弟子已与洛长青立下赌约，若他无法凝聚功魂，便自愿滚出本仙宗。若他成功，弟子在此长跪3天3夜。清玄，你简直胡闹！你明知长青要代表本宗去4树圣典，你现在逼他，弟子什么都能答应宗主，唯独辱媚之仇，绝不姑息。圣女，这种赌注你一样有败率。倘若他真能凝聚功魂，你当着3000弟子的面，该如何收场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女帝，晚辈既敢赌，自然愿赌服输。更何况，就凭他那废品资质，凝聚功魂，痴人说梦。今日有请10殿首席与诸位同门做个见证，赌约在此，绝不更改。既然圣女开口了，我等自然为你作证。好一个赌约在此，绝不更改。你穆清玄，给我跪下！洛长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本圣？
攻魂二重境。怎么可能？这没理由啊！你明明是废品资质。跪下！宗主，师父，您快帮帮徒儿，徒儿不能跪，否则威严扫地。现在知道本宗主是师傅了。刚才本宗主劝你可听劝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本宗主一向公正，绝不偏袒。洛长青，今日之辱，此等大仇，我早晚和你清算。洛长青入列参加测魂大典。是宗主。本首席宣布，外宗弟子进行内宗之测魂大典正式开始。测魂规则只说一次：天级五行，黄级双生，若能觉醒地级以上属性，甚至兼备多重属性，内宗十殿任尔等挑选。韩雷，你来打个样。弟子遵命。天级水属性，外加地级玄阳属性，好苗子！此子我阴阳殿要了。放屁！他有水属性，理应入我五行仙殿。最后一人，洛长青，上前测魂。此子心性手段皆是上乘，甚至令本地惊艳。可他偏偏夺了本地的清白之身。洛长青，你这废品资质，究竟还能给本地带来什么变数？剑来！又出了。天级水属性，不对，那根本不是图景，那是引动天地之力的真实意象。天地异象，真的是活的异象。搞出这么大阵仗，把测魂杯都给撑裂了，结果是个无属性的废品。晦气，真是晦气！这种废物连给我五行仙殿扫地都不配。风雷殿，你们要吗？笑话！九天神道殿弟子听令，立刻登舟回殿。小姐，废宫魂，终其一生也难破宫魂三重，阳寿不过100余年。这样的徒儿，您还要吗？穆清玄的指控并无实证，他虽是废品，罢了，本地都未必能活得过他，就让他留下吧。师父，让您失望了。元夜宗主，快！小姐的涅槃煞体发病了！快入功德殿，本宗主亲自镇守。小姐，老奴就在殿外死守，您千万要守住心神。守住，必须守住。长，父老，女帝到底怎么了？只要能救，本宗所有藏药
你任选。没用的，只有一种圣草能医，听说会出现在1年后四树仙宗的拍卖会上。那就让女帝代表本宗去，由她出面，定能拿下。拿下了又如何？大弥陀圣经残缺，我们只有心经，没有法经，没有法经中的造化丹术，炼制那救命丹药的成功率不足20%，不足20%。那另外的法经，四树仙宗10万年前建宗时，祖师爷曾在天灵道场传道，如今那里已经沦为他们外宗的遗址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小姐的阳寿仅剩1年了。外宗遗址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这法境我也必须弄到手。父老，我师父他……小姐已经安睡了。长青，这是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这是功法和四术典籍。大小姐，洛长青检测出废品攻魂，您不生他的气。他虽闹了笑话，但说到底也是本地唯一的徒儿。福伯，未来1年你多留心，为他答疑解惑。师父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为我这个废品铺路。父老放心，晚辈定不负师父厚望。去吧，按照地图去你的精华殿。老夫还要照料小姐。站住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擅闯丹殿禁地？吵什么？你打听打听去。我乃澹台女帝的丹童，这玉虚宫里的四术弟子，谁见了我不得客客气气？你是何人？不重要。原来是少主，小童有眼无珠。你既是师父的丹童，为何不守着丹炉，反而在门外？父老有令，丹殿内所炼丹药非同小可，除父老与女帝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原来如此。这味道不对，缺少阴寒、极寒、毒寒3种药力。师父这最后一炉天华运体尊丹，怕是要炼毁。弱小子，这可是你师父的丹炉，你可别乱碰。此丹是用来为师父续命的，哪怕日后责罚，我也顾不得了。这尊丹只能续命1年，真正能治病的圣丹，我必须弄到手。缥缈仙宗可有访城？给我地图。什么？你小子要卖灵虚月袍？洛长青，这可是澹台女帝赐你的极品亚尊器，日后女帝追责，我灵宝轩可概不负责。少废话，2亿下品灵石，我要40件下品灵器，40件下品亚宝技，还有10朵下品灵阶盗火火种，剩下的全换成灵石。成交！本掌柜就斗胆替女帝跑馆了。你这里真没有亚宝阶火种？真没有，就算有，也早被四树乾坤殿的大佬抢光了。想要亚宝阶火种，只能去四树仙宗的拍卖会。全宗肃静！1年后，四树圣典与腾龙之战将在四树仙宗开展。南海神宗宗主将驾临现场选拔弟子。四树仙宗不仅有救师父的圣草，还有补全造化丹书的法经。本次选拔，本仙宗额外获取保送名额2名，腾龙弟子保送穆清玄，四树弟子保送洛长青。仿宋弟子无需参与3天后的选拔赛。
这选拔赛我爆定了！洛长青，你一个无属性攻魂，还是保送弟子，跑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回去修习四书。就是，跑这来炫耀你的保送名额，赶紧一边去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董长老，依照宗规，内宗弟子皆可报名。您若无权干涉，我只能去执法定了。算你走运，宗主有令给个替补名额，不用参加选拔赛，拿了令牌赶紧走。成交。就任由洛长青那废物去参加四术盛典，我不甘心。报仇须从长计议，你别忘了，宇文无双圣子也要亲临腾龙之战。古月和诸魔仙宗的那2个圣女，可都盯着无双圣子道侣的位置。那2个也配？此番腾龙之战，我定要夺魁。无双圣子只能是我穆清玄的。9个月后便要启程，今日必须破解。神魔双体，3阶初期，接下来是火种。